70岁的老伴儿楚明琛去世后，一半遗产留给儿子，一半遗产留给初恋，而照顾了他大半辈子，爱了他大半辈子的我，只得到一句：你是个贤惠的女人。我彻底心寒，气到昏厥。再睁眼，穿着新郎服的楚明琛站在我面前，眉宇间满是冷漠和不耐。沈寒，婚礼马上开始了，你还在想什么？我深吸一口气，端起身旁的香槟泼在了楚明琛头上。我在想，不应该在垃圾桶里找老公。楚明琛昂贵的西服被酒水打湿，他侧着脸，睫毛在鼻梁上投下一小片阴影。沈寒，你疯了？他抬手擦掉脸上的酒液，很嫌弃。这场婚礼是你要求办的，我抽出时间来陪你，你就不能懂事一点？我冷冷地看着他，只觉得恶心，不想和他多说。我在他愤怒的眼神中摘掉钻戒，猛地砸在了他身上。楚明琛是我整个大学时期的白月光，他高冷、俊朗、优秀，就像阁楼里的月亮。我看着他和李知青恋爱，看着他们成为我们学校最令人羡慕的一对，只能把自己的感情藏在心里。所以我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找到我，让我嫁给他。那天，穿着白衬衫的少年浑身被雨打湿，捧着一束玫瑰花，轻声说：我一直喜欢你。哪怕知道这很仓促，我还是如同飞蛾扑火一般答应他，排除万难嫁给他。很快我就有了孩子，可到头来让我嫁给他，只是他为了保护李知青的计划，孩子是他报复父母的筹码。而我就像个小丑，我直接甩开楚明琛去了厕所，看着镜子里面光彩照人的自己，我苦笑了一声。上辈子发生的事情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播放，我的眼泪砸在地上。楚明琛不爱我，他从头到尾都没把我放在眼里，直到脸上冰冷，我才回过神来。我抬手抹掉了脸上的泪水，没关系，这辈子我不会再那样傻了。刚从厕所里面出去，就被人堵在门口。你到底在发什么神经？婚礼要开始了。楚明琛似乎耐心告罄，直接对我发号施令。你还有脸提婚礼？话音刚落，一旁传来柔柔弱弱的声音：沈寒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喜欢我出现在这儿，我现在就可以离开。李知青从他背后站出来，长相清纯，站在楚明琛身边，比我还像新娘。上辈子他也来过我们的婚礼，在婚礼上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。从那之后，整个圈子默认我是三上位。想到这里，我心里跟吃了屎一样难受。楚明琛叹了口气：他只是来祝福我们的，你这点容人之量都没有吗？我并不想在这儿和他们浪费时间。楚明琛，别装了，你爸妈觉得你的宝贝儿风评不好，不让你娶，你就把我拉出来给你们挡枪，反正我和他家世差不多，你还能恶心一下你父母。如意算盘打得真好，你不喜欢我吧？既然这样，我们离婚吧。似乎是被说中心思，楚明琛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。你想结婚就结婚，想离婚就离婚。我楚明琛是你挥之即去、招之即来的人吗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楚明琛声音冰冷，直接拒绝。难道不是吗？你以为你是黄金？谁都喜欢，这么宝贝李知青，还舍得让他没名没分？我们的声音并没有顾及着周围的人，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，大家开始窃窃私语。沈寒，你别和明琛吵了，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，不要使小性子。李知青挡在我面前，他语气诚恳，长得又好看，反而显得我咄咄逼人。沈寒，有什么不开心的？你私下找我，我都满足你，行吗？我笑了。既然这样，那这气不出白不出。我快速上前，一个响亮的巴掌打在了他脸上，力道太重，他后退几步摔在了蛋糕上，糊了一身奶油，十分狼狈。想到上辈子的憋屈，我又没忍住在他身上踹了几脚，周围的人都以为我疯了。楚明琛过来拉我，也被我甩了一巴掌，这下连他的合作伙伴、上市公司的总裁们也惊呆了。不是什么都能满足我吗？心情不好，让我发泄一下没问题吧？楚明琛和李知青脸色难看，但人群里的偷笑声让他们这种十分在乎面子的人无法发作。楚明琛扶着李知青站起，从我身边离开的时候警告道：今天的婚礼取消，但这件事没完。没完就没完。我现在可不是软柿子，你们上辈子对我做的事我也没完。我穿着婚纱走了，记者的快门声此起彼伏。我找了个处市名下的商场，脱掉身上厚重的婚纱，什么贵买什么，整了一堆行头，都记楚明琛账上。服务员点点头，殷勤地替我整理衣服。上辈子我虽然嫁给了楚明琛，但吃穿用度没什么大的改变，他从不在我身上花钱。比起楚太太，我更像楚家的保姆，现在不花白不花，就当是我上辈子的劳务费了。这样想，我又拿了几块手表，都是7位数。没想到刚回到家，我就被人拦住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引起明琛注意的新手段？李知青肿着一张脸，语气不善，和白天在婚礼上判若两人。我直接把他的手挥开，我把他让给你，你还不开心吗？李知青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他神情一转：沈寒，你不要意气用事。他眼眶逐渐红润，一副被我欺负的模样。我要是意气用事呢？沈寒，你放心吧，我已经和明琛分手了，你才是正妻。我会出国，离他远远的，我原谅你。虽然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但是大家都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。轻舟已过万重山，我也可以放下了。我只觉得恶心，语气阴阳怪气。对啊，你是把他让给我，明面上不联系，背地里联系呗。他的嘴角抽了抽。沈寒，你知不知道你今天的所作所为多丢明琛的脸？你的家世本来就不好，人也拿不出手，又表现得像个疯子，你让大家怎么看待明琛？原来是来替楚明琛出头的。我盯着他，歪了歪脑袋。所以我和他分开，他就没这个烦恼了。再说了，
我离开了，还有你呀，怎么你没顶上？怎么会丢人？你不能这样说我们早就已经没有关系了。他像菟丝花一样摇摇欲坠，我已经远离你们了，你为什么还不能放过我呢？他再也撑不住自己的身子，直接倒在地上，晕过去之前还紧紧抓着我的裤脚。沈寒，你回去吧。他被送进医院，我回到家里，很快这条视频直接上了热搜。视频里我咄咄逼人，李知青仿佛可怜的小白花，惹人怜惜。他和楚明琛的神仙爱情都被扒出来了，一时之间大家都赞美他们的爱情，在营销号的带动下，我却被拉出来鞭挞，更有甚者还来我房子喷油漆，给我寄恶心快递，我只能被迫搬家。但这口气我不会咽下。就在我还在搜集证据的时候，楚明琛找上了门。看着脸色阴沉的他，我面无表情关门，门直接被他踢开了。我被楚明琛揪着去了医院。我站在李知青的病床前，道歉。道歉？我凭什么道歉？你以为你自己很高尚？你和我结婚到底为了什么？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吧，楚大少爷。楚明琛的表情有些许松动。可你打人就是你不对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懒得多说，转身离开。你还没有给知青道歉，不准走。楚明琛突然抓住我的衣领，他的手劲很大。我说了，道歉。可以啊，你让李知青现在就死了，我可以考虑考虑。他眼神阴雾。诗涵，我承认我利用了你，但你别得寸进尺。你知道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生不如死。我心头一跳，还是紧紧咬住下唇。那你试试。他眼中闪过一丝戾气，伸手拽过我的胳膊就往外走。我挣扎，他却用力捏住我的肩膀，迫使我跪倒在地上。我抬起头瞪着他，眼底燃烧起愤怒的火焰。楚明琛，你这个混蛋！我告诉你，我不可能道歉。让我给李知青道歉，想都别想！我脸上火辣辣的疼，脑袋晕眩起来。他又冲上来，揪住我的头发往墙上撞，我痛苦地尖叫起来。李知青还在不远处柔柔弱弱地开口劝着：明琛，你不要这样。虽然沈寒伤害了我，但是他不愿意道歉，我也不会生气的。李知青的声音让楚明琛更加愤怒，他的力气也更大。我被迫跪在地上，脑子里嗡嗡作响，耳膜仿佛都要破碎了。我痛得几乎昏厥。忽然，一股温热的液体流到了我的脸颊上。我问你，到底道不道歉？他的声音阴沉，如同地狱爬出来的索命修罗。我痛得眼前一片漆黑，嘴角渗出鲜红。想都别想，我不可能道歉的，除非你打死我。我疼得浑身颤抖，他的鞋跟却深深陷进我的肉里。我死死地掐住自己的手，可在楚明琛看不见的地方，我的嘴角勾起一抹浅浅的微笑。你们在干什么？看到来了人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放心地晕了过去。在我进门之前，我就打开了一直藏在身上的录音笔，还记住了外面的主治医师打了招呼。这家医院是公立医院，很多医生不看钱权，是我们这里出了名的好医院。我让他20分钟后来这间病房，想着若是出事可以救自己一命，没想到居然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。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周围都围着医生。我醒过来，为首的医生开口：小姐，你终于醒了。今天的事情谢谢你们了。小姐，这事儿是在我们医院发生的，如果受了委屈，你只管跟我们说。话音刚落，门从外面被打开，楚明琛走过来。多谢大家对我妻子的关心，现在她已经醒了，可以离开了。先生，这位小姐身上有很多伤口，是在我们医院发现的，我们必须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楚明琛淡定地开口：医生，我想你们是误会了，她是我的妻子，有抑郁症。楚明琛冷冷地看着我，眸子里面满是对我的威胁，言下之意不必多说。我也想今天就让他们付出代价，可如果我现在拿出证据，指不定出不了这间屋子。医生，我有事想和他说，麻烦你们出去一下。医生很明显对我欲言又止，可是我并不愿意多说，他也只能作罢。等所有人都离开之后，楚明琛冷冷地看着我：沈寒，我警告你，你如果敢乱说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我没有说话，朝他比了中指。楚明琛气急，狠狠摔上病房门。他走后，我一刻不停地联系楚明琛的死对头，告诉他有让楚明琛身败名裂的办法，他只需要给我一张宴会邀请函。沉思片刻，对方还是发来一张邀请函。进入宴会后，我看着楚明琛和李知青手挽着手一块出现，我勾唇，端着酒杯朝他们两人走过去。看到我，两人脸色一变，我却委屈巴巴地盯着他们两人。明琛，我以为你会来和我道歉的。我声音哽咽，眼巴巴望着楚明琛，周围人的目光都悄悄看向我们。随后，我看向一旁的李知青。我知道你很爱他，可是我觉得做人还是得知道礼义廉耻。我看到李知青脸色一变，他的脸色十分难看。楚明琛立马站出来维护他。沈寒，你在说什么？他看着我的目光带着威胁。李知青也不甘示弱，挽着楚明琛的胳膊看向我：你不要污蔑我，我和明琛只是朋友关系，他没有女伴，才会邀请我当他的女伴，你不要误会。如果不是你在结婚的时候做出那种事情……在场的人看着我的目光瞬间变了。上一次我逃婚之后，楚家向外暗示是我这个新娘子做了不好的事情，才导致婚礼取消。他此话一出，大家看着我的目光充满了恶意。听到这话，楚明琛看着我的眼神更加恶毒。不管别人怎么说，
他很清楚，是我逃婚了，才让整个楚家成为笑料。哈哈，知青，你现在最好别说话，不如看看我给你们准备的礼物。楚明琛一把抓住我手腕，力度极大。你又发什么癫？我甩开他的手，当着众人的面扔下外套，露出满身伤痕，然后拿出手机、录音笔，按下开关。楚明琛的声音在大厅响起，周围的人开始拍照。楚明琛狠狠瞪着我，眼底迸发着火焰。你算计我？李志清从楚明琛身旁站出来。沈寒，虽然你做了那种事，但是你和明琛道歉，看在你们两人的情面上，他肯定会原谅你。可你伪造录音陷害他，我可救不了你。李志清表面上在劝我，实际上是威胁。你们还是想想怎么解释吧。楚明琛看着我的目光冰冷。这儿不欢迎疯子，赶紧给我滚！我咧开嘴，笑得灿烂。大家可能还有一些事情不知道，我免费请大家看吧。说完，我直接从包里掏出来一个红色的小本本。楚明琛瞳孔一缩，看着就要扑上来。我直接一个闪身，把手上的本子递到一直站在旁边阴沉着脸的楚夫人手上。那是结婚证。我和楚明琛早就已经结婚了，他参加宴会却带着别的女人，真不知道到底是谁私生活混乱。楚明琛看着我的目光充满了怒火，我只是随意的耸耸肩。还有一些事情你们可能不知道。我掏出手机，连上投屏，拿出早就已经准备好的聊天记录。为了气楚夫人，我和楚大少爷在办婚礼前就领证了。我们结婚是在1个星期前，可是他前一天晚上还和别的女人聊天。这聊天记录是我偶然看到的，哪怕李志清出国了，两人也从来没有断过联系。聊天记录简直让人不忍直视。我冷笑一声，随后把婚礼那天的监控调了出来。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李志清和楚明琛还在外面拉拉扯扯。眼见事情暴露，李志清出来当好人。我舍不得明琛，这都是我主动的。李志清眼眶红红的站了出来。如果不是我自知配不上明琛，我怎么可能和他分开？你怎么可能会有机会？人群里面立马有狗腿子帮他说话。你得了便宜还卖乖，如果不是他出国了，你觉得你有机会吗？对啊，你这种身份的人，楚家能看上你就不错了。我不和三观不正的人说话，我相信肯定有人三观正的。我直接反手把所有的视频、聊天记录还有录音全部发在我自己的社交平台上，随后转身离开。我的视频所有发出之后，这些只会让他们死得更快，删也没用，有看不惯楚家的人帮忙。李志清也有自己的网络账号，他评论区直接沦陷了。李志清和楚明琛轮番给我打电话，我都没有接，一直到3天后我才接了电话，不理会对面的暴跳如雷。半个小时后，咖啡店见。我之所以先把李志清开刀，是因为楚明琛背后有楚家，他有丑闻，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楚家一定会快速处理。但是李志清就不一样了，楚家的人本来就不喜欢他，觉得他配不上楚明琛，现在他出事了，只会拍手鼓掌，而他的整个评论区一点关于楚明琛的坏话都没有。半个小时后，看着面前楚楚可怜的李志清，还有脸色阴沉的楚明琛，我淡定地喝了一口面前的咖啡。沈寒，你把那些都删了吧，和楚家作对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他本来就走的是艺术这条路，现在视频录音一出，他整个人已经快毁了，就算背靠楚家也没用，毕竟观众缘已经没有了。当初我让你放过我，你做了吗？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发在网上，不仅是我的生活受到了影响，包括我的父母同样受到了影响。人都有犯错的时候，你怎么这样咄咄逼人？楚明琛跟着开口500万，把视频删了。我态度随意，半点都不在乎那500万。我要离婚，还有你名下的财产要分我5成。你想都别想，我没让你净身出户，已经是仁慈了。行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一直拖着吧。楚大少爷，你只有2条路走了哦，要么给我财产，要么永远都别想过安稳日子，除非我死。楚明琛和李志清没有再说话了。我很清楚，楚明琛无法忍受我，李志清舍不得自己的前途，到了最后，他们肯定会同意的。果然，半个小时后，楚明琛看着我表情厌恶。我同意离婚。我赶紧让人拟定离婚合同来，这事儿也害怕夜长梦多。楚明琛在离婚合同上签名之后，连忙开口：现在赶紧把视频给我删了，再和我们道歉，就说是你自导自演。现在还不行，万一楚大少爷反悔了怎么办？必须得等合同生效之后。楚明琛咬牙切齿，却说不出什么反驳的话。3天后，看着我名下所有的财产，终于安心了。上辈子的事情让我知道了，谁都会背叛你，但是钱不会。楚明琛给我打来电话，把所有的给我删了，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我直接发给了他一份文件。楚大少爷，我给你发的这份文件，你可以好好看了再来和我说话。这里面全部都是李志清当初背叛楚明琛的证据。他不仅在和楚明琛交往期间脚踏2条船，而且和他分开也是拿了楚家500万，还有楚母给的资源。李志清可没有表面上看上去那么单纯。楚明琛再一次给我打来了电话。沈寒，
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别想挑拨离间。你给了我这么多钱，我就当一回好人，不想楚大少爷一直被蒙在鼓里。爱信信，不信我也没有办法。这里面所有的证据全部都是真的。楚明琛是一个很骄傲清高的人，他怎么可能允许有人背叛自己？李志清之所以成为他的白月光，不仅因为漂亮，还因为善良纯洁。现在他知道白月光是装出来的，绝对不能接受。果不其然，楚明琛的动作很快。1天之后，楚氏集团就发声明了，李志清的微博全是他自己杜撰出来的。楚明琛把他当成朋友，也是被骗了。为了把楚明琛摘出来，李志清直接被放弃了。我想过楚明琛很自私，可是没想到他这么自私。他多在乎李志清啊！哪怕上辈子和我结婚了40年，他依旧忘不了李志清，甚至最后把遗产都给了他。但是在真正涉及自己的利益的时候，他可以毫不留情地放弃他。一时之间，不知道应该羡慕还是应该同情李志清了。不过我并没有停下脚步，我知道我要面对的人并不是李志清。上辈子的记忆让我知道楚氏集团即将面临最严重的一次危机。我提前将手中的资产翻了好几倍。对于已经活过一辈子的我来说，这是轻而易举。随后，我直接进入了楚氏集团对手的公司。我本来就有超强的工作能力，上辈子只不过是为了楚明琛放弃工作，在家里当家庭主妇罢了。短短1个月的时间，我就带领公司的业绩翻了好几倍，我也做到了总监的位置。这一次的竞标，我代表公司参加了。到了现场，果然碰到了他。听说吴总公司有位总监工作能力超强，没想到是你。在他眼里，我从来都不优秀，可是他没有想过，我靠着自己考上了全国数1数2的学校，不仅如此，还进入了学校顶尖的金融行业。我又怎么可能是不优秀的？只不过他从来没有看到过我的优点而已。听说楚总把整个公司都压在这次竞标上面了，若是失败了，楚总应该如何向整个公司的人交代？哼，我的事情用不着你来操心。楚明琛不屑地说道。他的话很狂妄，但是也没有错。他现在年纪轻轻就已经成为楚氏集团的掌舵人之一，有这样的实力和底气。不过我却并不认同他的话。他以为这一次竞标一定会成功吗？呵，真是天真啊！我冷笑一声，没再搭理他，走到了他身旁的座位坐下。楚明琛转头看向了沈寒。我劝你别白费功夫，我不会失败的。是吗？那我拭目以待。我一个眼神都没有分给他，哪怕他在我身旁气得直跳脚。很快竞标就开始了。前2次竞标他都险胜，一直到最后一次最重要的竞标准备时间，他走到我身边。还以为你有什么本事呢，没想到居然这么废物，太小看你了。不是我小看你，是因为你根本不配做我对手。还在自欺欺人，那我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楚明琛冷哼一声，直接转过身去。他离开之后，我身边的秘书开口：沈总监。我知道他想说什么，开口道：胜负还没有定呢，他真以为自己这么轻松就赢了。他这一次竞标的数据我全部都知道。上辈子他以为我看不懂，刻意嘲讽我，从来没有在我面前遮挡。他的每个细节我都记得清清楚楚，所以他根本没办法赢。竞标继续，很快我们就投完了所有的标书，这是最关键的一项，如果我们能够拿到，就可以赢得这次竞标。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步，秘书非常紧张。我抬起头看向楚明琛的方向，就看到他得意洋洋地看着我。我宣布此次竞标吴氏集团成功。负责人话音刚落，楚明琛站起身来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从竞标场离开，我被他拦住了去路。不可能，你用了什么办法？这绝对不可能。楚明琛双眸发红地盯着我。怎么这个世界上只允许楚总优秀，其他人不允许吗？楚总想知道为什么？叫我一声奶奶，我可以告诉你。楚明琛面色阴沉，仿佛下一刻就要暴起伤人。我没有理会他，带着助理离开。拿到竞标之后，吴氏集团直接所向披靡。而楚明琛因为把整个公司的资金链全部投入这次竞标中，公司的资金链出了问题，再加上不管他向怎样发展，我都能提前洞悉他的想法。楚氏集团和吴氏集团现在根本比不了。我提议吞并吴氏集团，上面的人很看重我，把这事儿交给我做。楚氏集团破产那天，我作为负责人去视察，看到楚明琛神情颓废地站在大厅里面，我朝着他走过去，声音阴阳怪气：保安，赶紧来把不相关的人给我拖出去。楚明琛紧紧握住拳头，他咬牙切齿地看着我。沈寒，你真的要逼死我吗？逼死你？哼，当初不是你想要逼死我吗？当初的我对他一往情深，可是他呢，心里只有李志清，甚至耽误了我一辈子。楚明琛沉默了一会儿，深情款款地看向我，再次开口：沈寒，你还爱着我？我已经把李志清送到精神病院了，他再也不会打扰我们了，我们重新在一起吧。他甚至朝我走过来，就想握住我的手。我不可置信地看着楚明琛，原本以为他只是和李志清分开了，没想到这个人居然这么心狠手辣，居然直接给他送到了精神病院。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，精神病院就是永远无法逃脱的牢笼。
我一巴掌挥开他。别碰我，你这种人渣，我永远不想见到你。楚明琛愣了一下，他不解地看着我。你不要欲擒故纵，我都答应你了，以后不会和他见面了。都已经沦落到现在这个下场了，他还想利用女人，简直就是人渣中的人渣。我鄙夷地看了他一眼，转身就要走，可是他却拉住了我。我再说一遍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不等我动手，我直接被人搂在怀里。楚总是怎么觉得我的女人能看上你？是吴氏集团的总裁，他搂着我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楚明琛。你的女人，这不过是我不要的破鞋罢了。吴总还真是不挑食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没想到吴总轻飘飘的。我采访一下，被自己不要的女人整破产了，楚总应该是头一人吧？楚总是什么心情？现在被气得浑身发抖的人变成了楚明琛。我笑了，从里面一出来，我赶紧和吴总道谢后挣脱他的怀抱。吴总是个不近女色的人，现在愿意为我出头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？但是目前还没有解决楚明琛，我没有心情谈恋爱。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我的工作也越来越稳定，一直到我有一天下班走在路上，一辆车横冲直撞地朝着我撞过来，我整个人直接就吓傻了，站在原地动不了一下。就在这时，我后面窜出来一辆车，和对面的车直接撞上了，两辆车相互碰撞，直接被撞得变了形。我整个人都吓懵了，等反应过来后，立刻就跑过去看情况。这边发生车祸，引起不少围观人群。刚走过去，吴总从车上下来，他脑袋上破了特别大的一个窟窿，鲜血顺着他脸颊流下来。他捂住自己的伤口，一只手指着我，过来。吴总的模样看起来很是狼狈，我眼眶红红的走到他面前，他直接把我抱在怀里。幸好你没事儿。另外那辆车里面的人赫然就是楚明琛，谢天谢地，他没有死，不然就让他这么轻轻松松死了，我可一点也不觉得解气。他以故意伤人罪被判有期徒刑5年。定罪那天，我去看了他，一看到我，他格外激动。沈寒，你满意了？你现在是吴太太了，踩着我的骨头往上爬，感觉是不是很爽？我坐在玻璃这头，神态从容地整理了一下刚做的指甲，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。楚明琛，爽不爽的另说，但我确实得谢谢你。谢我？他冷笑，五官扭曲在一起。谢我当初瞎了眼娶你，还是谢我现在成了阶下囚？谢你当初的不娶之恩，也谢你现在的自作自受。如果不是你把李知青送进精神病院，我还真找不到突破口指控你故意杀人未遂。那辆车撞过来的时候，你是真的想让我死啊？提到李知青，楚明琛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随后又涨得通红。那个坏女人，她居然敢背叛我，她拿了我的钱还敢找别的男人，她该死，你也该死，你们都该死。他在那头疯狂地拍打着玻璃，像个失心疯的疯子。狱警立刻冲过来按住他，我看着他狼狈挣扎的样子，心里最后那一点点因为前世纠葛而产生的波澜彻底平息了。原来这就是我爱了2辈子的男人，自私、冷血、毫无担当。前世我为了他洗手做羹汤，为了他忍受孤独，甚至在他死后还因为那一半遗产而心寒昏厥。现在想想真是可笑至极。楚明琛，别装深情了，你爱的从来不是李知青，也不是我，你只爱你自己。还有，忘了告诉你，你心心念念的楚氏集团已经改姓吴了。不！楚明琛发出一声绝望的嘶吼，整个人瘫软在椅子上，双眼死死地盯着我，像是要滴出血来。我挂断电话，站起身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隔着玻璃，我用口型对他说了2个字：垃圾。走出监狱的大门，阳光刺眼的让我想流泪。吴旭正靠在他的黑色轿车旁等我，见我出来，他快步走过来，自然地接过我手里的包，又替我挡住了有些刺眼的阳光。结束了。结束了。这口气憋了2辈子，终于顺畅了。那该开始新的人生了。吴旭打开车门，变戏法似的从副驾驶拿出一束花，不是玫瑰，而是一束向日葵，还有几只洋甘菊，搭配的有些笨拙，却透着一股傻气的真诚。我愣了一下，随即笑出了声。吴总，这就是你的追求手段，未免太老土了。吴旭这个在商场上杀伐果断的男人，此刻耳根居然有些泛红。他轻咳一声：秘书挑的，说女孩子都喜欢这个，如果你不喜欢，我让人换成钻石。不用换，我很喜欢。我接过花，闻了闻，是自由的味道。上车后，吴旭并没有急着发动车子，而是从储物格里拿出一个精致的丝绒盒子。我心跳漏了一拍，这剧情是不是太快了？别误会，不是求婚。吴旭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，解开安全带，轻声过来。我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，他却只是拿过我的手，将一条手链戴在我的手腕上。那是一条极简的钻石手链，但在钻石的内侧刻着一行极小的字母 SW。这是吴氏集团下个季度的主打款，还没上市，沈总监帮我试试，戴着顺不顺手？他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。我看着他有些紧张的侧脸，心里某个坚硬的角落突然软了一下。前世楚明琛给我买过很多珠宝，但每一次都是为了敷衍，为了在公众面前扮演恩爱夫妻。
而眼前这个男人，哪怕是找借口，也带着小心翼翼的珍重。吴旭，如果我说我现在不想谈恋爱，只想搞事业呢？吴旭系好安全带，发动车子，目视前方，嘴角却扬起一抹弧度。没关系，吴氏集团的老板娘位置给你留着，你想搞事业就搞事业，想休息就休息，我负责赚钱养家，你负责貌美如花，或者赚钱给我花也行。我被他逗笑了，心里的阴霾彻底散去。